李景亮，你给我听着，你的样貌真的太丑了，全世界的女粉丝们都围绕着我打转，而你还在被国内粉丝们骂得狗血淋头，所以我很好奇你是怎么能在格斗领域脱颖而出的。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就特别能打，身边拥有几十位小弟。当我进军格斗领域，同样是最能打的格斗王者，而你顶多算是一个弱不禁风的小趴菜。如果咱俩在擂台上碰见，我奉劝你放尊重一点，否则我肯定会让你体会到生不如死的滋味。没有错，口出狂言威胁李景亮的可不是一般选手，此人正是韩国综合格斗一哥裴明浩。裴明浩此人脾气暴躁，打法凶狠无情，只要他的比赛常常出现将对手打成重伤送进医院抢救的画面，外国选手对他畏惧不已，只能甘愿做他的小弟保镖。正因他的实力太过强横，韩国前任总统特地为他颁发优秀格斗健将称号，示意韩国拳坛的未来都寄托于裴明浩这位格斗选手。听到裴明浩的嚣张发言，中国吸血魔李景亮忍无可忍。李景亮自参加综合格斗比赛以来，输过赢过，从来没有怕过。无论面对何等恐怖选手，李景亮都敢与其碰一碰。虽然此时的李景亮论职业战绩和比赛经验不如裴明浩强大，但是李景亮今天就算豁出性命，也要跟裴明浩硬刚到底。否则未来还如何向全迷粉丝们交代？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为了让更多中国人看到李景亮的精彩表现，麻烦各位帅哥美女长按3秒点赞，小编祝各位早日赚到100万。随着裁判一声令下，比赛正式开始。蓝色拳套就是中国选手李景亮，红色拳套就是韩国选手裴明浩。这场比赛发生在13年前，此时的李景亮特别年轻，战术打法还不是那么娴熟。不过李景亮可不会因为打不过对手而放弃比赛，于是开始跟裴明浩保持合适距离进行试探。当然，裴明浩虽然瞧不起李景亮，但是也不敢掉以轻心。综合格斗比赛瞬息万变，有可能一个失误就会造成令人唏嘘的比赛结果。进行了长达大半年之久的打击的摧毁力量训练。但是裴明浩呢，他说如果李景亮想用打击来遏制我的摔法，那我将以打击还击。对，其实作为李景亮来说呢，他原来是散打选手和摔跤选手，所以呢，这个还是他的最大的长处。但是现在呢，也经过了巴西柔术的艰苦的训练。但是刚才好像裴明浩的一记拳法给李景亮造成了威胁，但李景亮恢复还是非常的快。经过1分钟的初步试探，李景亮决定先发制人，施展下潜抱摔，准备将其拖入到地面缠斗。结果裴明浩力大如牛，竟将李景亮压制在擂台边缘。大家都知道李景亮是战力上的绝顶高手，但是李景亮可是跟随散打王宝力高进行了5年正规化摔跤训练，自然裴明浩短时间内也无法将李景亮按倒在地上。裴明浩的经验呢是略微比李景亮呢是多了一点，但是这场比赛呢鹿死谁手还不一定。李景亮寻求地面的抱摔，现在两个人在边绳附近僵持住了。李景亮单抱可以看能不能把裴明浩摔倒在地。李景亮又是站住啊，这个防止被摔倒。好，观众朋友，您在观看我们比赛的时候，还可以注意留意一下我们的微博，第一时间能够获取武林传奇亚太综合格斗冠军赛的内部消息。欢迎大家登录我们的微博。双方也进行了非常长时间的缠抱，并没有进展，所以说又从站立开始。李景亮现在的腿部的力量啊。裴明浩已经参加了35场比赛，其中就有21场 KO 的职业战绩，这都说明裴明浩的综合格斗水平的确比李景亮强上许多。李景亮在比赛中既要担心裴明浩的战力技术，还要小心对手打出的冷招被 KO 送走，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李景亮在不熟悉对手战术的时候进行远距离拉扯。地上不让他起来呢，裴明浩想要做一个转换。现在你看裴明浩还真的是比较有经验啊，他又是努力往后靠贴到了绳子上，这样使得李景亮呢能够在很难再做下一步，然后这个裴明浩迅速的站了起来，又站了起来。现在李景亮又拿到了把位，非常不错的把位，但是裴明浩大家看到他的右腿呢勾在李景亮腿的外侧，来化解李景亮的摔法的力量。还又再次把双方分开，这场比赛啊真是势均力敌啊。在形成相持的这样的状态，用腿探路。这个李景亮这要小心了，刚才的一记冷膝啊是非常的危险。对，正准备下潜的时候，这个被打了一拳。第一回合比赛还有10秒钟。
双方可能是这样防住，把这10秒钟耗掉。没错，比赛来到第2回合，裴明浩心里比较忌惮李景亮的摔跤技术，一旦被李景亮缠住，那接下来的比赛相当难熬。而且裴明浩很明显不想跟李景亮打地面，一味的逃跑只会让李景亮更加兴奋凶猛。对于李景亮而言，今天打比赛的目的不单单是取胜，还要彻底打服对手，证明自己的实力强大。下把位，看他能否把裴明浩摔倒。这个往往都是这样，几次了都这样。裴明浩呢，一看自己被缠抱的时候呢，马上往边绳上靠。李景亮呢，你要想办法把他拉进来，看看有没有可能了。双方这种上身缠抱啊，看似静，其实是动。对。裴明浩是用曾经摔倒过无数的对手的摔法摔李景亮，但李景亮是非常轻松的破解掉，真是有备而来。现在从缠抱的这个情况来看呢，李景亮应当是占一点优。没错，而且是把裴明浩是挤在了绳圈的边角。眼看李景亮如此难缠，裴明浩只能被迫松开双手，进入到地面缠斗环节。既然中国选手如此喜欢地面缠斗，那今天就要用各种柔术所技降服李景亮，才算真的解气。当然，李景亮就算处于压制局面，也没有停止反抗。不管裴明浩如何改变位置，李景亮也在扭动身体跟随对手，仿佛就是暗示今天打不过，也要将裴明浩体力消耗殆尽。这个姿势对于李景亮来说，这个危险程度怎么样？这个位置对于李景亮来说呢，他是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危险，所以他处于这个位置的时候，一定要明察秋毫，不要去冒进，不要去做危险的动作，而给对手更大的空当。哎呀，别让他上来！大家看到裴明浩是非常的这个动作非常细啊，他是已经开始试探膝盖过移动作，然后紧接着就是成旗了。而且呢，裴明浩呢还有一招呢，就是声东击西，他分散你的注意力。对，大家看到他想是骑上去，哎呀，已经是骑到了成旗的位置。第一局比赛还有1分40秒。我还曾记得李景亮是曾经跟澳大利亚选手罗先尼比赛的时候，被澳大利亚罗先尼啊是拿住了后背，裸脚4分钟都没有成功，然后在第2局呢一举绞杀了罗先尼。所以说李景亮并不是第一次处于这样被动的机会，想必呢他也就会用更加冷静的头脑来处理现在这个处境。现在裴明浩呢，因为他的这重心比较靠上啊，压住了李景亮。李景亮想翻身的话不太容易。李景亮此时的局面相当危险，被压制的同时，不仅无法发力，还频繁遭受毒打，稍不注意都有可能还会被裴明浩打晕送走。但是李景亮这位选手最出色的地方就是不死不休，只要今天还有一口气，李景亮就绝不会让裴明浩得逞，一边挨揍，还在努力想方设法寻找挣脱机会。现在，比较明智的做法呢，就是李景亮把这40秒一定要消耗过去。因为最后一局自己的体能分配是重中之重。对，把裴明浩的上身压下来，让他全部爆发力翻过来，翻转成功。但是裴明浩要锁住李景亮的头啊。还有10秒钟，他想用一个十字固，没有。比赛来到第3回合，面对裴明浩的出拳出腿，李景亮还是毅然决然选择抱摔。奈何裴明浩这家伙的力量比李景亮强大许多，自然这种打法只能消耗裴明浩的体力，无法将其 KO。可能李景亮明白，想要 KO 取胜并不能轻易做到，只要自己能够长时间压制裴明浩，那样通过比赛点数获胜也不算丢人。肯定为李景亮奠定了一个胜利的基础。李景亮经过了半年的准备，今天晚上，你看这个裴明浩又是靠在边绳上在喘息。对，因为他要靠着边绳的支撑让自己站起来。对。李景亮现在的上位控制是非常的到位，非常漂亮。然后
裴明浩想必也是很久没有尝到过这样的苦头。好，回到场地中央，以相同的姿势开始。其实裁判也注意到了，裴明浩竟然利用这个鞭绳啊。对，因为双方在鞭绳旁边呢，很容易是出了擂台。裴明浩在下位开始制造空间。你看裴明浩还要明显的对，往边上靠，非常小心的。现在是一个 omoplata 的锁肩，但这个李景亮怎么处理呢？这是一个转换的一个动作，这是一个锁肩的一个动作，但不知道李景亮怎么处理，应该逃脱出来。还有1分45秒，比赛结束。比赛剩下最后的1分多钟时间，李景亮决定放手一搏，放弃了所有防御，直接冲到裴明浩的内围实施抱摔，坚决要让裴明浩的嚣张发言付出惨痛代价。裴明浩为了保护自己，只能背靠围绳防守。尽管自己瞧不起中国选手，但是也不得不承认，李景亮这家伙发起疯来真的控制不住。裴明浩的本力啊，真是非同一般。对，刚才裴明浩的袭击，最后的1分15秒。这个裴明浩也在喘着粗气。裴明浩的表情告诉我们，我遇到了难题了。这次对，真的是遇到难题了。好的，太漂亮了，漂亮。这个摔法，但是呢，裴明浩却拿到了一个半拿背的位置。还有50秒，比赛结束，李景亮能否逃脱这个拿背呢？还是说裴明浩能够改善自己的姿势，拿到更好的姿势呢？谁能获得金腰带，就看着最后的30秒时间。但是这个拿背呢，对于裴明浩是非常不利，他属于半拿背，而且是李景亮的手呢是干扰着他做更多的动作。李景亮呢，刚才这个摔呢也是费了很大的力气，所以李景亮现在也是要抓紧时间缓息一下，积蓄一下力量。这个姿势对于双方来说都在李景亮出来了，但是呢，裴明浩现在想用3角锁，李景亮表示不屑。对，时间也差不多了，基本上没了。最后公布比赛结果，根据评审判断，李景亮通过微弱的比赛点数赢下最终胜利。大家认为李景亮本场比赛表现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